为什么说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？中国在沉寂200年后会迎来崛起吗？几百年前，曾经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拿破仑就说过，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，一旦醒来，世界将为之颤抖。现在这个雄狮不仅已经彻底苏醒了，而且前进的步伐已经是势不可挡。但了解中国历史的朋友应该也知道，中国近百年来也遭遇无数战争，签订数百个不平等条约，简直备受侮辱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后来居上，成为世界大国呢？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给近百年来的中国做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：近200年的中国或许只是历史上的一个短暂的意外，这并不是常情。如果今后中国要回到属于它的位置，并不意外。这位在中美两国外交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重要人物，可能比任何一位美国政客都要熟悉中国。而在美国盛行西方中心论和中国崩溃论的当下，基辛格对当下的中国能给出这样一种评价，实属耐人寻味。无独有偶，英国著名经济学教授马丁·雅克有一个关于中国的演讲，在演讲中，英国教授就提到，中国崛起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他们存在5000年还这么强。中国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国家，这就是为何西方帝国衰败后就再无崛起的可能，而中国总是能不断的复兴。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国家，而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，实际上近年来也的确有类似的观点盛行。那么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？英国教授给出了这么几样观点。首先是国家观，中国是对文明的认同，而西方则是对民族的认同。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知道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，对于中国来说，文明就是他们的根。纵观中国历史发展进程，不管王朝兴衰更迭有多迅速，出现过多少次那些分崩离析的状况，唯一不变的就是他们对中华文明的传承，唯独中华文明保持完整。西方国家的民族认同是以宗教为核心建立的认同感，所以他们有鲜明的民族宗教特征，这些民族宗教都是平行的，没有谁能统治得了谁，更没有谁会甘心臣服于谁。虽说是西方价值观所宣导的，但实际上也只是限制在宗教范畴内。其次是家族观，中国是荣辱教育，西方是负罪教育。对于中国而言，如果一个家庭以正确的方式把孩子抚养长大，他们就会认为自己的孩子就应该要成为一个好人，或者是一个有用的人，为国家献一份力。对他们来说，更看重的是人性。我们前面了解到，西方国家是以宗教为核心建立的认同感，信奉基督教，所以很多人犯了错就会跑到教堂赎罪。西方国家认为耶稣基督降临于世就是为了救赎他们的罪恶。再次就是普世观，中国是待在家里，西方国家是殖民扩张。虽说从晚清开始，中国一直是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，固步自封，加上清朝的衰落才会被侵略，只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不强大、没有实力的，而现如今的中国也并没有因为自己强大了而侵略别的国家，只要是属于中国领土的地方一点儿也不会让，但也不会主动去挑起战争。而西方国家的崛起都是通过侵略扩张来实现的，他们用武力方式征服兼并其他民族国家，让自己国家的疆土得以不断扩大。他们认为只有殖民扩张才能攻缩掠地，然后教化一方。最后就是政府观，中国是家族主义，西方国家是实用主义。在秦代以来就一直提倡四海一家，协和万邦。中国就是无数个小家组成一个大家，而这个大家就是国家政府。家族在社会中是重中之重的，就像结婚是2个家族的结合，而不是2个个体的结合，这是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区别的。而西方国家认为，凡是无法达到的理想都是空想，都不切实际，因而对道德的理念或宗教所谈的来生来世兴趣都不大，其兴趣核心定向于此生此世的功名利禄。所以英美地区的政治社会少有思想家能对全人类、全世界提出伟大的蓝图，天下为公、世界大同的终极理想。所以英国教授认为，中国的发展在其他国家看起来是崛起，但其实在中国人心里，这只能称之为是复兴。崛起和复兴的差距，一个是从0开始，而另一个则是从100到0再到100的过程。所以对于中国现在的发展，用崛起来描述其实并不是很准确。
因为中国只是在努力回到它以前的位置上，这是一个伟大复兴的过程。就像英国教授所说的，近200年的中国或许只是历史上一个短暂的意外，并不是常情。现在的中国就是回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近100年来，崛起的舞台在西方国家，虽然这些国家确实都曾经辉煌过、强大过，然而最终都没能摆脱衰落的命运，衰落的原因也都不尽相同。因为许多西方国家的崛起都是通过侵略扩张来实现的，他们用武力方式征服、兼并其他民族国家，让自己国家的疆土得以不断扩大。毕竟武力征服也有一个很大的弊端，那就是征服者必须一如既往地保持强劲实力，一旦有所衰弱，侵略过的国家就会奋起反抗的。可要想一如既往地保持强大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，到最后辛苦建立起来的整个庞大帝国就会瞬间土崩瓦解，导致西方世界总是出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。也许这也是西方那些强大帝国没有得以复兴的原因所在吧。虽然大家对中国近100年的衰落比较印象深刻，实际上中国在明清之前一直是世界强国。数千年前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出现文明国家时，中国也诞生了夏商周。当欧洲出现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时，中国则有强悍到没边的强秦盛汉。在数百年后，阿拉伯帝国雄起，此时的中国则是处于大唐帝国时期，横扫天下无敌手。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在强国的牌桌上，只是明清之后，中国遭到了侵略，经历了战争，失去了往日的辉煌。但中国没有放弃，他们在磨难中强大，在战争中成长，在努力重新找回明清之前的鼎盛，甚至超越曾经的成就与辉煌。其实换一种说法，文明与国家的区别在于，文明具备自我调节与进化能力，可以结合当前的时代融合新的元素，以适应更好的环境。5000年来，中国文明也会不断经历外界的挑战，面临危机，但正是凭借着自我调节与进化能力，中国人能及时做出调整，从而重新回归正位。马丁教授表示，按照这样的理解来看，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是必然的。现如今中国的复兴影响着世界的程度，远比过去200年西方的崛起影响要大。现在的中国，无论是在经济、科技、文化还是教育上，都有了国际性的强大影响力。而中国人凭借着自己的智慧、勤劳的双手，再一次实现了弯道超车，如今也是能够和超级强国美国扳手腕的存在了。中国再一次向世界证明，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之上，世界强国之列当有中国的一席之地。